God, this is a Chinese backpack full of homework, and she's allowing me to hold it. Let's see how heavy it is. Oh my God, 3 of us. Oh, ooh, this is Chinese homework. Average, how many books are in there? There's about 20 books in there. Thick books as well. Oh my God, crazy.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一期呢，我将继续分享中国民间的声音。好的，回到刚才那个外国人拿着中国某个女小学生的书包，提了提，翻了翻，摸了摸，然后看了一看，原来装了那么多的书。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小学不就是语文和数学2门科目而已吗？最多也就加上1门英语，怎么翻开一看会有6、7本堪称教材一样厚度的书？但是由于这个影片过去太久了，我已经找不到原来的内容出处。但是我记得评论区有一个人说的话很经典，这就是中国学生的日常，还请这位外国友人不要见怪。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经历过中国学校毒打成长之后的年轻人是如何评价中国学校的。我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学校，尤其是高中。一个年轻人在他生命力最旺盛的阶段，被这个系统给扭曲、奴化了。其实这个社会非常糟糕，家庭很糟糕，职场很糟糕，社会很糟糕，一切都非常的糟糕。可能你觉得挺美好的，但我作为过来人，我告诉你，一切都烂透了。其实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最近越来越讨厌赚钱了。我不缺钱，我想要活出意义感。我告诉你意义是什么？意义是我真的经历过很多东西。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虽然人生一直会很痛苦，但人生最痛苦的是在学校里的阶段。我辍学进入社会的时候也吃过很多亏，也受过很多的委屈，但是那种委屈是一种我知道我是无能的，但是我知道我努力，我起码能赚到钱，我的收入能从1000变成3000， 3000变成5000，我知道我在一点点变好，我起码能够掌控我的人生。但在学校里那种无力感是，我明明很想要变好，但是总有老师、父母、学校在告诉我，你先把书读完。我认为作为作者呢，他至少知道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所以说他辍学的这一个操作是挺有先见之明的。在我生命力最旺盛，我最渴望变强的阶段，奴化了我的生命力。我这样的男人，我他妈真的很优秀。我要是在18岁的时候，有人能跟我说这些，起码让我对学校失望啊。如果我能对学校失望，我就会更早的去自学，更早的去学习赚钱。但是不仅没有人让我对学校失望，还一直在告诉我你要努力去学习。没错，读书有用论至今在中国的社会一直都是主流，认为只有拿到更好的成绩以及更高的学历，就能够真的出人头地，并且赚到足够的金钱和名望。这是我没钱的爸妈说的，这是我没钱的老师说的，这是整个社会的论调。那些东西真的害了我很久。我现在跟你说这些是因为刚刚跟 AI 聊天聊到我这辈子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告诉你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成为一个图腾一样的存在。我年轻的时候最大的痛苦就是我一直很不安，我一直很没有力量，我一直想要获得那种方向，你懂吗？我想这条视频我一定不会删的。我刚跟 AI 聊了我都落泪了。这里我给大家提个醒，跟中国的 AI 比如说豆包还有千问之类的，千万不要泄露太多的个人隐私。我想成为一个图腾一样的角色。有的时候我也很需要被支持，你知道吧？因为赚钱真的很容易，你知道吗？赚钱真的很容易，但是难的是什么？难的是做图腾。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做图腾是不赚钱的，吃力不讨好的，要被质疑的。但是我知道我要成为这样的人，这是我一辈子活着的存在，我存在的价值吧。所以如果你现在在读书呢，最重要的是尽早褪去对学校和父母的期待。从我的角度来看，他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读书在中国想要赚钱乃至跨越阶层已经是一条几乎不可能的路，而他反复提及的图腾
那就是用一个更高效的方式赚到更多的钱。但是这个走向图腾的路，绝对不是在中国里面读书。如果依旧有人认为在中国努力读书，考211、985双一流大学，甚至是考研有用的话，那么请看一下这一个中国大学生是怎么看待在中国大学里面的现状的。很多同学搞反了，就如果你的目标就是毕业就工作的话，其实你那个学习成绩一点用都没有。就是因为现在大学课程的设计，它其实非常的脱轨，这个我觉得你应该之前也看到很多人在说，它是真的。而这种脱轨有一个愈演愈烈的倾向，你可能在课堂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学到了很多理论，但它们没有用。这个我也是认同的，没有用就在于中国大学授课的内容已经是使用将近20年前的老教材了。不只是知识体系跟不上这个时代，而且也和企业需要的完全脱轨。因为如果你真的工作的话，你需要的是一些实践带来的经验，但这个经验是没有办法通过你的老师在课堂上讲一个什么10几年前的 PPT， 然后再随便给你布置2道题当作业，这个是练不出来的。它也不是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就我本科的时候，我也看过 MIT 那边的课程，他们那个课说实话，我觉得也没有讲的特别的好，那个 PPT 也就那样，但是他的作业非常的硬核，就是绝大部分同学都是在做那个作业的过程中，他绞尽脑汁，然后想办法去调研、去思考、去设计，在这个自学的过程中练出来的，这是经验。这个东西可能会真的就是用在后面的一些实践中去。但你想想，你现在有吗？大概率没有，那就很浪费时间啊，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看现在就是每一年，虽然出生率不是很高，对吧？你可以看到，但是每年的毕业生是很多的，而且是越来越多的，所以校招很关键。这里他说的校招可不是说企业搬几张桌子来到学校里面招人，而是那些大型企业在他们的官网进行投递的渠道。然后国家肯定是会保障校招的，因为校招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绪反应窗口。如果校招都崩盘的话，你可想而知，对吧？大家的情绪都很down，这个就不行。所以校招就是一个很关键的机会。那我们倒推一下，就是假设你在工作前你有个3段实习经验吧，可以吧？3段的话就比较扎实，比较稳妥。那3段的话，你大4上学期就应该去秋招了。那么你的大3和大4中间那个暑假是第3段，然后大3下是第2段，大3上是第1段。那么你在大2结束的那个暑假就要开始找实习，甚至可能你在大2的下学期你就要开始投实习，是这个道理吧？其实正常要找到一份在中国能够糊口的工作，它的这个方式已经是偏向最优解的了。但是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在读大学之前吃了太多的苦，反而在中国的大学期间将自己彻底的放纵，导致失去了应有的竞争力。所以你想想的话，你发现留给你的时间其实没有很多。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你可以说大学是很青春的一个地方，你要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是 OK 的。但是你没有必要把时间花在一些可能会被淘汰、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的地方。但是不是说搞学习、搞绩点这个东西不对，它也是一条路，但它和你的要求是反的。就像我们开头说的，你搞反了。这条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评奖评优，是为了保研，是为了留学申请。它有点像一个入场券，就有点像你高中好好学习是为了拿一张大学的入场券，并不是因为高中的知识有多么的重要，对吧？所以你这个绩点就是你未来的一个入场券。但如果你要直接工作的话，你就没有必要拿那个入场券，那就是图浪费时间了。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实习经历更加重要一点，大家可以早做打算。这一期内容我所引用的3个作品，想表达的就是在中国读书几乎是没什么用的，但并不是完全的没有用。有用那就在于你这个人成功的在中国如此庞大的内卷压力之下突围成功，而没用那就是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而言，通过读书都是没有办法让自己过得更体面、更舒适一点。作为学生的时候很苦，而出了社会找工作了也很苦，这就是一生都在吃苦的中国人现状。那么这期内容就讲到这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